在美墨边境的小镇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徒正在寻找一个外来的男子。男人慌忙逃窜，见暴徒包抄过来，立刻躲在墙角。男人屏气凝神，找准时机，果断出手，一脚打倒一个。徒手躲过手枪，反手扣动扳机，一拳打回来，再次扣动扳机，轻松解决两人。迅速地披上暴徒外套，捡起暴徒的枪支弹药，立刻进入高度警惕的作战状态。见又有暴徒摸了过来，男人通过反光镜观察对方一举一动，同时用枪瞄准，扣动扳机，迅速冲出，解决另外一个，接着补枪爆头。男人明显受过专业训练，有超出常人的警觉，不仅枪法精准，拳脚功夫也了得，一般的暴徒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一枪又解决一个，但这一群暴徒也不简单，使用的是最先武器，手枪装的是穿甲弹。男人来不及多想，继续捡过暴徒的枪，迅速躲了起来。在狭小的巷子里，3个暴徒追了上来，结果男人突然出现扣动扳机，一枪穿走了3个。这个男人为何如此厉害？暴徒又为何如此凶残？原来男人叫阿文，是漂亮国的边境特警。此刻他们正在跟踪一台可疑车辆，同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后，可上级下达的命令明显有意放走罪犯。耿直的阿文抢过传话器，对上级发出了质疑，却遭到上级严厉的呵斥。而就在此时，可疑车辆突然在前方停下。阿文通过观察四周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他立刻爬去后备箱拿枪，果然前车下来一名毒贩，同时石头后面也出现了数十名持枪歹徒。车辆的同时来不及反应，数十名歹徒同时扣动扳机，警车被打成了马蜂窝，在里面的同事也就此结束了生命。而躲在后备箱的阿文也因此躲过一劫，他迅速地给枪装上子弹，准备突围。待歹徒打开后备箱查看时，阿文手握双枪，扣动扳机，解决2名歹徒，随后迅速从后备箱跳出，同时还不忘在空中扣动扳机，再次解决1人。接着与数名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枪战，基本是一枪一个。但很快藏枪子弹打完了，只能迅速地躲到石头后面，再次拿出手枪与歹徒交火，但对方火力太猛，强有力的反击根本没用。这时阿文灵光一现，看见汽车油箱被子弹打穿，趁机扣动扳机，车辆发生巨大爆炸，多名歹徒被气流震飞，接着迅速冲出，对着多名歹徒补枪，但有一歹徒也趁机扣动了扳机，子弹飞出，阿文手臂中弹，手枪掉落，只能再次躲在石头后面。而此时的歹徒头目见状，趁机持枪逼近。没有了武器的阿文从身上翻出来一瓶辣椒水，待头目靠近时，阿文率先出手，头目眼睛受到轰击，瞬间慌乱起来。阿文趁机冲出，双脚飞起，踹在头目身上，两人双双倒地。阿文立刻爬起，对头目发起了攻击，但头目也是个硬汉，打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反应。待他反应过来时，朝着阿文发起了反击，几拳就被打倒在地。很显然，这个歹徒头目有点实力，作为特警的阿文完全不是对手。很快阿文就被头目掐住了脖子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阿文不小心打掉了头目的帽子，结果头目有严重的强迫症，把阿文推开，先去把帽子捡起，拍掉灰尘戴上，再次朝着阿文逼近。阿文在地上不断的退后，突然发现地上的一个弹夹，同时看见头目腰间的冲锋枪，他立刻把弹夹藏入手中，待头目硬生生把他拽起，阿文趁机出手，转身夺过冲锋枪，按上弹夹，扣动扳机，头目被打成马蜂窝，就此结束了生命。而此时的另一名受伤歹徒想拿着赃款逃跑，但被阿文拦下，抢过赃款，把他塞进后备箱，同时把自己的证件也留在歹徒身上，因为他决定制作假死，然后点燃车上的汽油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拿着500万美金独自出境，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经过长途跋涉，阿文带着500万来到墨西哥边境的小镇。饥渴难耐的他打开水龙头喝水，可流出的却是废水。这个小镇非常奇怪，犹如死寂一般。阿文来到杂货店买水，可售货员睁着眼睛说没水卖。随后阿文来到一家餐厅，向老板买水，可老板却告诉阿文他马上要关店了。接着阿文来到一间酒吧，用500美金向漂亮的老板娘买了一杯水。正当阿文准备喝时，可老板娘却告诉阿文这里的水不能直接喝。生气的阿文来到巴士车站，打算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而售票员却告诉他今天没车了。阿文终于忍不住发火了，严厉地询问哪里可以坐巴士离开。售票员淡定地说道明天来试试。没有办法的阿文再次回到了酒吧，用高价买到了几杯开水。随后阿文再次出高价，住进了老板娘的阁楼。可刚睡下不久，老板娘就用刀叫醒了阿文。原来老板娘翻开了他的挎包，发现里面是巨额美金，以为他是毒贩，所以打算赶他离开，随即就把包包从窗户上扔了下去。
可就在这时，挎包却被一个小混混捡走了。阿文只能迅速地追了上来，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女混混不小心撞到一名路人，阿文才成功追赶上来，正想捡挎包时，却被一人给踩住了。他们是当地的混混，混混见阿文是外地来的，于是便开始对他挑衅。阿文再三忍让，混混却再三挑衅，无法忍受的阿文一拳打了过去。混混见状，立刻拔出腰间的武器，朝着阿文攻击了上去。最后，当地的警长和黑老大同时出现。黑老大把挎包还给了阿文，发出了严厉的警告，便离开了现场。到了晚上，阿文只能睡在路边的长椅上。这时，一把匕首再次出现，原来是老板娘。但这次老板娘没有赶他走，只是坐下来告诉阿文，这个小镇以前很美好，但后来毒贩们霸占了小镇，黑白两道相互勾结，赶走了很多生意人和旅客，而留下的本地人也不允许和陌生人多接触。最后，人美心善的老板娘告诫阿文要注意安全，赶紧离开这里。第二天，阿文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昨天的那个女贼，她再次抢走了挎包。阿文立马起来追，可却被绳子捆住脚，狠狠地摔了一跤。当他解开绳索追上去时，发现女贼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于是阿文爬上屋顶观察情况，果然发现了她的踪迹。正当女贼以为摆脱了阿文的追击，高兴地打开挎包查看时，突然阿文破门冲出，把女贼撞倒在地，同时挎包的美金也洒落了几叠出来。当地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很快黑老大就收到了通知，向警长报告了此事。警长立刻给黑老大的手下发枪，让阿文永远别想走出小镇。而此时的阿文浑然不知危险降临，刚花了200美金买了一瓶水喝，就被小混混用枪顶住了。但这个混混明显是新手，被阿文直接卸掉了弹夹，顺手夺过手枪，卸掉子弹，然后放他离开了。但刚离开，混混就把阿文的位置给暴露了，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经过激烈的枪战，没办法的阿文只能再次往小巷子里逃去。突然再次遇到歹徒，两人在狭小的巷子里展开了近身肉搏，而身上的挎包在打斗中掉落，刚好女贼再一次出现，再一次把挎包给抢走了。阿文一拳打倒歹徒，很快追了上去，劝告女贼把挎包交给他。就在这时，黑老大也拿枪出现，叫女贼把挎包交出来，但女贼并不肯给。正当黑老大打算开枪时，阿文拿出匕首丢了过去，打偏了手枪，枪声响起，女贼也只是受了小伤。接着黑老大再次扣动扳机，朝着阿文的手脚连开2枪。正当想要结束阿文生命时，突然脑袋遭到了袭击，原来是老板娘及时赶到。很快老板娘把阿文弄到了酒吧，把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。可到了晚上，黑老大就带人来到了酒吧门前，老板娘拿着匕首做着无谓的挣扎，黑老大抓住手臂将其控制住，下令小弟把老板娘的酒吧一把火给点燃了，让老板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。正当黑老大打算处决老板娘时，突然远处一片吵闹声响起，原来是阿文在给当地的居民发美金。歹徒们立刻拔枪指着前方，可阿文被居民团团围住，混混们迟迟没有开枪，黑老大直接打晕了老板娘，随后转身离开，手下的混混也纷纷放下了武器。可没过多久，黑老大就绕到了阿文身后，正想对阿文发起偷袭时，女贼突然出现在后面，一刀刺中黑老大要害，报了那一枪之仇。阿文从人群中走出，打算上前查看老板娘时，突然警长从后面偷袭，把阿文打倒在地，对着阿文一顿的输出后，开始打算一枪结束阿文的生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只流浪狗出现，咬住了警长的手臂，手枪也随之掉落。阿文趁机捡起手枪，朝着警长扣动了扳机。而此时的老板娘也醒了过来，阿文扶起老板娘，而此时的警长从裤腿处掏出了一把袖珍手枪。老板娘见状，一个飞刀果断地甩了过来，直中警长心脏，就此结束了生命。周围的居民看见，立刻欢呼了起来。原来警长一直和黑老大勾结，控制着整个小镇，才导致这里民不聊生。而阿文也把500万的赃款挎包直接丢给了居民，从此以后和老板娘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影片也到此结束。